大家好，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能夠自動維護 Markdown 相容性的一個外掛。它主要呢就是透過幫我們維護附件以及鏈接的一個一致性，讓我們可以達到一個比較高的一個 Markdown 的標準化。那它基本的工作就是能夠協助我們把所有的附件跟我們使用的鏈接產生成比較標準的 Markdown 的一個標準的語法。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它實際操作的樣子。這個外掛的安裝很簡單了，我們基本上就是到第三方外掛裡面，再到瀏覽，然後呢輸入 consistent， 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外掛啊，然後呢點擊它，把它變成啟用，接着呢再去做一些設定就可以了。它有這麼多的選項可以讓我們來做，比如說我們是不是要把附件跟着筆記一起去移動，還有呢沒有使用的附件檔呢，是不是要把它給自動刪除掉？還有是不是要自動更新我們的鏈接？還有空的資料夾是不是要自動刪除？等等等這一些選項呢，都是我們可以來選擇的哦。還有呢，它也可以指定說你的附件是否需要一個子資料夾來存放哦，這些都可以讓我們來做一個設定。那基本上安裝完以後呢，我們其實如果要執行的話呢，你可以直接點擊 Ctrl+P。然後呢，輸入 consistent， 你可以發現它這邊就有這麼多個跟組織我們的儲存庫還有 Markdown 相容性的一些處理的一個操作呢，在這邊都可以直接做選擇哈。比如說，你可以把所有的附件呢都收集到一個你指定的 attachments 的資料夾裡面，或者是要把這個鏈接呢產生成是相對路徑，這些呢都是它目前已經提供的一個功能。那我比較常使用的是這一個，比如說我們現在這一個測試的網頁裡面我現在的這一個檔案我的這個檔名呢，標準的 Obsidian 呢，它會是 pasted 的 image， 然後後面會帶日期跟時間。那透過它這一個外掛它會幫我們做一個事情，它就是會幫我們自動把我這一個筆記的名稱，把它當作是我附件的開頭的名稱，然後後面呢，它再加上 image 的一個1234的流水號，那這樣會比較方便，讓我們可以讓筆記跟圖檔的檔名呢會比較一致。那將來在維護這些筆記的時候呢，可以比較方便的來做一些搬移啊，或者是複製的這些動作就不會都是看到一大堆的 pasted 的 image 那到時候哪個檔是哪個筆記的就需要一一的打開這個圖片才能夠看得很清楚。那我們現在來隨便抓一個圖形我現在系統剪接簿裡面已經有一個圖案了好，我們現在在這邊我用 Ctrl+V 貼一個圖片進來，你可以看到它右上角它會幫我們馬上更新，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名字已經自動改成 testimage5.png 了所以這個动作都是自動的。那如果說你在執行的時候呢，發現它沒有照這樣子的動作的話那可能是因為我們有把檔案給做了某一些的修改比如說我把這個5給刪掉那在我們的筆記裡面呢，事實上已經沒有這個編號5的這個圖檔了，可是在我的儲存庫裡面呢，還是一樣有這個 image 5這個檔案。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來做插入的話，它就會出現問題了好，我們再切回我們的這個筆記然後我們移到最後面，我再按一下 Ctrl+V。你會發現它這個檔名不是我們要的檔名，它在前面多加了一個 TMP 底線，因為它發現這個 image 5已經重複了那像這種情況我們要怎麼處理呢？其實就是把這個不要的檔給刪掉所以我們把它刪掉。那這個會發生衝突的同樣的檔名呢，也一樣把它刪掉。那這個時候你再貼進來的這第5個圖檔呢，它就會是正確的這個名稱的一個呈現。好，那這個是它提供的一個功能。那你會發現這個我們如果從第三方這邊來瀏覽然後你可以找到另外一個我們把這個 consistent 這一個連結給開啟起來，你會發現它這個作者Dimitri 然後它有另外一個外掛，我們如果輸入 unique 你會發现它這一個外掛呢也是同一個作者來做的那它這個動作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這個，讓我們的圖片或是你的附件呢會有一個根據你的筆記的名稱來產生你的附件的名稱的這一個外掛那如果說你不使用這個 consistent 的話，你也可以使用這個 unique attachments 它也可以幫你維護筆記跟你的附件，讓它可以有一個共同的名稱。
好，那這是我會用的一個功能。那另外還有一個呢，是當我在搬移我的筆記的時候呢，它會自動把我這個筆記相關的所有的圖片或者是它的所有的附件呢，一起幫我移動。因此我們就不必像以前一樣我要一個筆記，然後呢搬移檔案，然後再把每一個圖片呢，通通都要做一次這個搬移檔案。我只要去搬移我的筆記就可以了。比如說我們現在點擊了我這一個筆記，然後選擇這個搬移檔案到。好，假設我要把它放到這個 inbox 030 inbox 這個資料夾裡面，它就會開始做這個更新的動作然後你會發現呢，在我的根目錄裡面剛剛的這個 test 的這個相關檔案就不見了，它通通被搬移到這個030 inbox 這一個資料夾裡面來了。那剛剛這些圖檔呢也一起搬過來了那假如說我們再搬一次搬移檔案到，假設我要把它搬回根目錄，好，它已經搬過來了。你會發現呢，它這些筆記跟圖檔呢，就整個都搬過來了。所以可見呢，它對我們這個在做檔案搬移維持我們的筆記跟附件的一個共同性有很大的、很好的一個幫助。那為什麼我們會需要使用這個 Markdown 的相容性主要就是我們希望讓我這個 Obsidian 裡面的所有的筆記呢，也能夠被別的 Markdown 的工具來讀取。因此，它這個 consistent 這個外掛它會幫我們維護這個Markdown 的標準，讓我們的相容性可以達到比較高。那這樣子，我們可以不必一定要透過 Obsidian Publish 才能發表我的這些筆記的內容我們可能透過它維護以後，我們就可以同步到我們的 GitHub 啦，或是 Hugo 啦這一些網站裡面因為它就會是比較標準的 Markdown 的格式。然後當我們在移動筆記的時候呢，它也能夠附件也可以自動搬移。那這個對我們的這個檔案操作可以說是非常方便。它基本上要會做的相容性大概就是這個就是我們的 Markdown 的檔案跟我們的附件尤其是圖檔，它會幫我們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或者是你指定了一個專門存放的子目錄也可以還有呢，它鏈接的格式不是使用Obsidian 內建的2個中括號的這種 Wiki Link 的形式而是 Markdown 標準的這個中括號跟圓括號的這種相對路徑的表示的方法。它要安裝就是先前是需要自己手動安裝了，現在目前已經在社群的儲存庫裡面已經有了所以你可以直接透過第三方外掛就可以找到它了然後找到它以後就是安裝並且啟用。那安裝完并且啟用以後後面還有這一些設定呢，我們要特別再來做設定讓它能夠正常的運作第一個就是我們在我們的檔案與鏈接這個裡面始終更新內部鏈接這一個呢要把它給關閉，因為它不會再透過核心來做這個自動更新的動作，而是會透過這個外掛所以我們要把它給關閉。然後呢，內部鏈接的形式呢，我們要把它改成是使用這個相對路徑，我們要使用這個標準的 Markdown 的鏈接的一個形式所以這一個Wiki Links 這一個功能要把它給關閉。我們要先做好這3個然後另外呢，我們的外掛的設定，你有額外這2個呢，你也可以再設，就是說預設你的目錄你要放在哪個子資料夾裡面你可以自己在這邊自己在做設定那這個就是你自己有需要的話你可以把筆記放在 A 這一個目錄，然後你的圖片要放在 A 下面的，比如說底線 Attachments 這個資料夾好，那它的操作基本上就是有這幾個啦，可以重新整理我們的儲存庫，刪掉空的資料夾，然後會檢查儲存庫的一致性，還會收集我們所有的附件。還有會把我們所有的路徑呢，從 Wiki Links 呢改成是相对路徑等等等這邊有幾個注意事項要請大家特別事先了解的就是因為這個外掛在執行以後，它會更動你整個儲存庫的內容，因此為了安全起見，請大家在使用這個外掛之前，一定要先做好你的儲存庫的備份，你要把你的整個儲存庫，包含點 Obsidian 那一個資料夾整個都備份起來，以免操作以後它的結果不是你想象的那樣子，那到時候你就很難去做回復了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先做備份，然後在做之前，我會建議就是雲端硬碟的那個同步功能也先把它給關閉，因為這樣子有可能你還可以從雲端，到時候如果你不想要又忘了備份，你還是可以從雲端再把它給同步回更新以前的那個版本，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建議啦，就是硬碟的同步先把它給關閉掉。
還有，如果說你想要了解它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哦，你可以按這個 Control Alt 跟Control Shift 跟 I 哦，这个是这边寫錯了哈，不是 Alt， 好是 Control Shift， 好，就是按 Control Shift 跟 I， 讓这個開發工具DevTools 能夠顯示出來，然後它這邊就會顯示出它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的操作。好，然後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所有內部鏈接的格式呢，都會變成是相對路徑的格式哦。所以如果說你很想要用Obsidian 的內部鏈接的話，那可能你就沒有辦法使用這一個外掛了。那我是覺得這個外掛可能比較適合進階一點的使用者。如果你是第一次或者是剛開始使用 Obsidian 的話，我會建議你先不要用這一個外掛。等你都整個熟悉了以後呢，再來測試這個外掛，才會有比較好的一個結果哦，免得把你所有的筆記都搞亂。那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建議大家可以試用看看的這一個外掛。那希望對大家在做這個相容性的一個處理的時候，能夠有很大的幫助。好，那我們就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